他睡觉时发现诡异的是，门外面一直传来奇怪的声响。他跟着声音的来源一直向前走，直到发现这股声音是从阁楼传来的。他卯足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可诡异的事却发生了。大门竟然自动关闭，黛西被吓得赶紧回到了卧室里。可当准备睡觉时，却又发现通风管道里传来奇怪的声响。他卯足着胆子爬到管道的一旁，可等上前准备听个仔细时，那股声音却又立刻消失。难道是自己耳朵出现幻听吗？这一时吓得黛西甚至不敢待在房间，于是她打开洗衣机做起家务，本以为这样能转移掉注意力，可殊不知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，那股诡异的声音居然又响了起来。她环绕四周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，直到在洗衣机的后面才看见背后居然有道密密的小木门。意识到有问题，黛西立刻起身，准备将洗衣机抬到一旁看个仔细。一道黑影一闪而过，黛西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赶紧跑回屋里躲了起来，藏在被子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可也就在她害怕时，门外居然传来了脚步声。她赶紧拿起一旁手电筒，开着灯照射了过去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有双鞋子在那。紧接着门锁也被转动，黛西赶紧给自己盖上被子，躲在里面大声的喘息着。也就在黛西被吓傻时，一双大手突然扑在了被子上，黛西的记忆好像一时发生了错乱。等到黛西起身一看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但此时的她似乎回想到了什么，原来黛西一家搬到这已经30年，可奇怪的是从未踏出屋门半步。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日复一日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坐在客厅玩游戏，就连桌上的饭菜都是如出一辙，更别提每天仅剩能看的电视新闻了。回过神来的黛西才察觉到，难道是一家人搬进了什么鬼屋吗？躺在床上的她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，否则一家人这辈子也别想出去。于是她只能壮着胆子将洗衣机给用力推开。可令她感到无奈的是，这道红门必须得有钥匙才能打开。没办法，她只能再次来到阁楼。好在这一次打开阁楼时，并没有再发生什么可怕的事。来到阁楼的她在地上发现了一卷录像带，这是当年刚搬过来时录下的，上面记录着一家人开心搬家的模样。可随着黛西多看了几秒，却发现了视频中存在可怕的一幕，屋子的窗边居然有个人影。黛西赶紧按下了放大键，果然窗户上竟然站着个男人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亡灵吗？她赶紧找到了以前常玩的灵媒游戏，通过箭头便可以和亡灵对话。黛西尝试着询问你是谁，可未料箭头竟然真的开始转动，一股女孩的声音说是自己是受害者，并且还提醒黛西一家其实早死了，现在和她一样都只是亡灵罢了。被吓傻的黛西赶紧跑到了楼下去找家人。此时大家聚在一起吃饭，而惊魂未定的黛西却发现，原本属于温文尔雅的父亲居然在饭桌上点起一根烟火，这让黛西感觉一阵脊背发凉。就当她决定以睡觉熬过去时，楼下却又传来了父亲的吵闹声。等她再次下楼仔细一看，遍地都是打乱的厨具，父亲对待母亲也是异常暴躁。没等黛西来得及询问原因，门铃却在此时突然响起。30年的日复一日里，家里从来没有来过任何客人。黛西赶忙阻止要开门的母亲，然而蒙在鼓里的母亲却偏偏打算招待敲门的客人。来的人自称是修理水管的，可等黛西走上前仔细一看，男人的整个四肢都异常的僵硬，好似一个恶魔一般的长相。黛西立刻意识到此人来者不善，或许他就是困住一家人的恶魔。等到男人要去到楼上修理水管时，黛西卯足着胆子也跟了上来，却发现男人果然表现异常，修理水管却坐在了床边，并且还问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wake? 原来杰夫果真就是罪魁祸首，这里的一切都可以被杰夫支配。而如今黛西从每日轮回中苏醒，这会造成他创建的时空被打乱，因此他特意赶过来威胁黛西好好享受现在轮回的生活。如果胆敢试图去寻找一些真相，那他的家人将会因此万劫不复。听后的黛西被吓得全身颤抖，而说完后的杰夫戴上眼镜时，黛西透过他的眼镜却发现自己早就是一具骨骸罢了。在进行了威胁之后，男人便转身径直离去，而黛西却惶恐不可终日。如果全家实际上都已经死了，那还何必惧怕所谓的威胁？于是他换好衣服找到了自行车，不顾着身后父亲的阻拦，打算靠着骑自行车离开这诡异的地方。但任凭黛西如何使尽其心，他都会重新回到这栋别墅面前，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。可当他再次回到房间里时，却发现了诡异的事，床上竟然躺着个身影。等到黛西走上前拉开被子，这才发现是个陌生的女孩。他尝试着伸手上前触碰，女孩却突然苏醒抓住了他，嘴巴里说着让黛西救救自己。没等黛西反应过来，女孩又告诉她一个秘密，说是地板下面有所有的真相。可当黛西准备回应她时，女孩又消失不见。黛西立刻开始寻找地板，用巨型剪刀先将地毯剪开，在一阵摸索后找到一块一长。果然，等黛西打开，里面居然有块留存的空间。从这里她找到了一本书籍。等到黛西打开这本书后，里面就像是一本记事录一样，记录着别墅里多年遇害的信息，上面有数不清的人都被迫害，并且黛西还惊奇地发现，这里面也包括了自己的名字。直到翻到末页时，才看见上面还有一把钥匙，看来这就是洗衣机后面的红门钥匙了。
果不其然，在一番转动后，黛西顺利地打开了红门。可等黛西拿着手电灯进去后，里面竟然连一点亮光都没有，并且还在脚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瓶子，上面居然写着这是乙醚，而乙醚是一种强烈昏迷药物，很明显这就是杰夫害人时所用，并且一旁还散落着遇害人的遗物。黛西继续向更深的地方而去，前面居然还有个焚化炉，她已经不敢想里面藏了多少无害，赶紧从红门里面跑了出来。可现在又该怎么逃离这座别墅呢？等她魂不守舍地来到客厅时，却发现自己的位置被一个男孩坐了。这一幕彻底吓傻黛西，男孩的眼神和恶魔杰夫一模一样。黛西赶紧冲到前面让杰夫立刻离开，可杰夫却突然跑到了身后，再次劝告黛西不要多事，否则他的家人肯定会万劫不复。紧接着钟表便快速转动，一道白光闪过后，等黛西再次回过头去，家人们已经纷纷没了呼吸，化成了粉尘，随大风飘散而去。黛西坐在地上后悔万分，渴求杰夫能原谅自己。或许是恶魔杰夫网开一面，家人们居然又再次出现在眼前。经历此事后，黛西也知道了杰夫的厉害，她赶到洗手间来洗把脸，打算就此再也不管了。可此时却发现回头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女孩只存在于镜子中，而她便是刚在床上的女孩艾莉。黛西尝试伸手上去触碰，虽然她触碰的只是边上的空气，但镜中的艾莉还是能感觉到黛西。身处于不同的时空的他们被一道白光闪过，黛西竟然变到了艾莉的时空，不光环境，就连样貌也变成艾莉。这明显就不是黛西所处于的空间了。同样，房间也变了一副模样。黛西在屋子里四处寻找，发现艾莉有个妹妹，还有和她一样爱做饭的母亲，并且艾莉的父亲也喜欢修车。直到来到艾莉的房间，才发现桌上居然有段艾莉录制的视频。原来黛西是被艾莉用灵媒召唤来的，她还留下纸条，希望黛西能够救自己，并且根据视频里艾莉说的，她觉得父亲好像被附身了一样，从之前的温柔变得暴躁。她祈求黛西附身在自己身上后，一定要想办法帮助自己，并且拿出脖子上的项链，提醒黛西自己是看到项链后，所以才从轮回中苏醒过来。黛西突然回想起自己怎么苏醒的，很明显就跟那双大手有关。听后的黛西也只能硬着头皮，打算帮艾莉解决好父亲被附身。等她来到楼下后一看，艾莉的父亲果然变得暴躁，并且黛西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位父亲，他的眼神明显就是恶魔杰夫。黛西连忙上前让艾莉母亲快逃，可在杰夫的时空里又怎会如意？眼看杰夫朝着自己过来，黛西发疯似的朝着门外而去，可跑了几步后，黛西直接倒地不起。等再次睡醒时，父母已在边上，父亲温柔轻抚安慰是不是做了噩梦，而黛西却从父亲的双手察觉到什么。当时黛西躲在了被子当中，而那双手明显就是父亲的了。而黛西之所以因为想起此时才苏醒，那大概率就是在她生前所发生的，所以才让黛西从轮回苏醒。如今黛西已经知道了如何苏醒，此时她也不会继续坐以待毙。结合之前艾莉所说的看见项链才苏醒，于是黛西再次来到红门里面，打算找一些家人的遗物试图唤醒。可刚进来就被恶魔杰夫发现，出去的通道口直接被一把关闭，任凭黛西如何哭喊也没用。就在黛西红快要陷入绝望时，却发现地上竟然还有个戒指放在上面，并且还刻着一个女孩的名字。没等黛西反应过来戒指是谁的，就被通道口掉落的灰尘吸引住。没办法，黛西只能尝试爬上去，结果竟然意外的来到了别墅屋子的车库里面。等她艰难的爬上来了之后，居然发现一个女孩在砸着车库门。很明显，黛西已经来到另一个时空，而女孩便是另一位遇害者，并且经过黛西沟通后得知，她是被杰夫骗到车库里来的。看样子女孩也砸了几十年的门了。黛西想起在红门里的戒指，她尝试着呼唤女孩的名字，果然女孩就是戒指的主人。她告诉女孩一定要戴上戒指，只要戴上去了就能脱离轮回苏醒。可女孩却一直在犹豫，不知该不该相信黛西。就当她一番考虑后决定伸手触碰时，车库门直接关闭，时空再次回到了黛西的世界。而此时黛西的母亲恰好路过，看女儿在车库里茫然失措，她在一旁连忙询问，可黛西却在不停地翻找，直到找到能致人昏迷的乙醚。她知道这就是杰夫惯用的伎俩，于是拿着乙醚试图让母亲苏醒。可任凭她如何唤醒，母亲好似对一切都非常的茫然。感到气愤的黛西在打算回屋撒手不管时，却发现弟弟的屋子里传来声响。等黛西推开门一看，才得知弟弟居然已经独自清醒过来了，而且他爱玩的游戏也打到第2关，在以前轮回的每天他都闯不过去。直到黛西询问后才知道，弟弟是通过找到了自己的眼睛，这才从轮回中苏醒过来。天后的黛西赶紧回到屋子里，她找出来之前爱吹的萨克斯，试图通过音乐唤醒母亲和父亲，可一连吹了半小时都没作用。直到第2天从睡梦中醒过来，这才从母亲口中得知，昨天黛西所说的乙醚已经让母亲今天从轮回中苏醒。天后的黛西大感震惊，原来世事果真不出她所料，一家人都因过量的乙醚所致。这一时黛西似乎明白了一切，她来到车库里找到修车的父亲，黛西断定父亲当时是被恶魔附
附身，所以当时还进入了自己房间，并且照附身推理下去。很明显是父亲亲手害了家人。得知后的父亲也终于苏醒，可对家人所做的一切让父亲一时感到无地自容。黛西连忙安慰是被附身了，这怪不得一直温文尔雅的父亲。这下好了，一家人都已经苏醒，可这里的时空却也因此坍塌。眼下他们要马上离开这里，黛西赶紧拉着家人走向门外。原本迷雾的周围已经有了光芒，可当一家人都已经跑出去时，黛西却驻留在原地。面对父亲喊自己离开，黛西却决然地关上门。她知道如果自己现在走了，那另一个时空艾丽也将没人帮她。黛西决定和恶魔杰夫鱼死网破，于是在一道白光突然闪过后，她重新附身到艾丽身上。在这个时空里也有个洗衣机，黛西将洗衣机先搬了出去，赶紧来到红门里寻找遗物。只要找到的东西足够多，总可以让艾丽的家人苏醒过来。可谁料恶魔杰夫已在身后。附身后的杰夫拿着一米，黛西很快便昏迷了过去，直到再次醒过来后，已经被绑在了车子里，一旁还有艾丽的家人也在。杰夫打算用高强度的一米让大家全部死在车子里。也就在此时，黛西低头看见了打火机，她赶紧伸手上前勾到，在强忍着高温下挣脱开束缚。可未料此时杰夫恰好赶了过来，在送上一位遇害者之后，他来到车上打算结束艾丽一家，而黛西则在后面假装没有清醒。眼看杰夫已经打开了一米的开关，黛西趁机上前一把勒住杰夫的脖子，可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。黛西连忙上前取下车钥匙，再赶紧跑下车，将杰夫先吸引到屋子外面来。两人在暴雨中终于正面决斗，可杰夫却不需要追回之力，便将黛西拿捏在手上。就在他要拉着黛西先回屋时，戒指女孩突然出现，她面色凶狠地看着恶魔杰夫，手上还戴着刻有自己名字的戒指。时空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坍塌，被杰夫所害过的人都朝着他而去，仿佛要一起吞噬了杰夫似的。面对眼前这些苏醒过来的人，杰夫此时也同样被一米捂住了嘴巴。最终他在焚化炉里消失殆尽，而此刻没了附身的艾丽父亲也终于变回了温柔的男人。随后黛西却拿出一瓶乙醚捂在嘴巴上，让自己进入昏迷。一觉睡醒后，他回到了真实世界。等来到了家里的楼下时，父亲已经准备好一辆自行车迎接黛西凯旋归来。就此影片来到了最终一幕，黛西走出了充满阳光的屋子，